提到印度的武器，你会最先想到什麼？摩托車、航母，還是專屬彈道的飛彈？但這些都不是我們的主角。今天火力軍給大家推薦一把全世界最划算的步槍，有條件的觀眾千萬不要錯過。為什麼說最划算呢？因為一旦你擁有了這把槍，你相當於同時擁有了 AK、G3 和 M16。至於能不能開火，你先別管。而這就是印度神槍 INSAS。INSAS 外號絕命毒師，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的工程師們當年在研發的時候，腦回路相當清奇。他們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畫設計圖，而是提着購物袋去逛了一圈世界輕兵器博物館。他們秉持着一種只要把全世界最猛槍械的零件都湊在一起，就能天下無敵的神奇邏輯。看到哪個國家的零件帥，就直接拆下來裝在自己的槍上，最終拼湊出了一個科學怪人。我們來細看這把槍有什麼神奇之處。首先是一把槍的靈魂，機匣和內部的瓦斯傳動系統。印度設計師縱觀全世界，覺得蘇聯大哥的 AK 系統實在是太耐操了，那還等什麼？考不了100分，還超不到100分嗎？於是二話不說，直接搬過來，連內部結構都一模一樣。卡拉什尼科夫本人要是看了這設計，估計都得直呼內行。本來照抄 AK 也沒什麼，畢竟以色列的加利爾步槍也是這麼幹的。但印度的操作偏偏不按牌理出牌。既然有了 AK 的靈魂，那瓦斯調節器總得講究一下吧。我特斯拉都買了，還不下點錢選個櫻桃紅？他們轉頭一看，以前用的比利時 FAL 步槍這部分就挺好用，拆下來套上去。接着是槍击拉柄，玩過射擊遊戲的朋友都知道 AK 的拉柄在右邊，但印度設計師覺得這樣不夠潮。他們轉頭相中了德國人的 HK G3 步槍，硬是把 G3 那種位於護木左前方的拉柄設計給搬了過來，而且還學了個半吊子，做了一個不隨動拉柄，這讓整把槍的操作邏輯變得極其詭異。換彈匣在下面，拉槍機卻得往前伸直了手去夠，姿勢說有多別扭就有多別扭。這還沒完呢，握槍得有個順手的地方吧？以色列的加利爾步槍的護木握起來手感不錯，木頭質感也夠復古，來一套。最後，槍口前端總得有個威風的防火帽吧？你看看 M16，簡直是給印度人設計的呀！拿來吧你！一把槍融合了蘇聯的設計、比利時的零件、德國的拉柄、以色列的槍托，還有美國的槍口。抄一個學霸可能考不了滿分，但是我全抄。我3發攔你1發，就210哎。當這把超級拼裝車終於造出來的時候，印度官方那是敲鑼打鼓。根據他們當時公布的數據，這把 INSAS 步槍不僅重量控制得宜，更是完美結合了北約、華約輕兵器的所有優點，既有 AK 的絕對可靠性，又有 M16 的精準，還有以色列的舒適。看看軍方這份說明書，嘴角瘋狂上揚。但是機械工程不是玩樂高積木，把一堆好東西揉捏在一起，往往得不到黄金陣容。就在印度軍方沉寂在國產神槍的美夢中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高海拔戰爭爆發了。這把被寄予厚望的步槍即將跟着印度士兵踏上極寒的雪山，而在那裡等待他們的終究是國產神槍封神之路，還是淪為笑柄呢？1999年，印巴之間爆發了著名的卡吉爾冲突。這場戰爭的地點選在了海拔極高、氣溫極低的西亞琴冰川和周邊山區。高海拔、極寒、風雪交加，這種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僅是對人類體能的考驗，更是對武器裝備的終極考核。INSAS 步槍終於迎來了它的第一次實戰。在卡吉爾冰天雪地的高原上，前線的印度官兵好不容易發現了敵人的蹤跡，帶隊的班長一聲令下，所有人整裝待發，舉槍瞄準。但是槍還沒響，人群中先傳來幾聲脆響，他們自己的彈匣居然直接碎成了一地殘渣，子彈灑的到處都是。為什麼會這樣？印度設計師為了跟風世界潮流，覺得像奧地利 AOG 或者德國936那種半透明彈匣實在太酷了，還能隨時看到還剩多少子彈，太有科技感了。於是他們也搞出了透明塑膠彈匣，但印度的材料工業科學實在太拉胯。在1990年代，台灣的石化產業產能都是幾百萬噸起跳。而同期的印度年總產量僅僅只有90萬噸左右，連台灣的頂頭都不到，人均塑膠消費量甚至只有1公斤。當時印度國內高達60%的塑膠原料都得仰賴进口，滿足基礎民生需求都很吃力，根本沒有能力去量產和配置高階的耐寒特种工程塑膠。所以當年印度兵工廠配發給前線的所謂高科技透明彈匣，根本不是像奧地利的 AOG 或德國736那樣採用昂貴的耐寒高分子聚合物，而是直接使用了普通的商用級別塑膠。
這種材料在平地打靶時勉強還能湊合，可一旦上了零下20-30度的卡基尔极寒冰川，缺乏抗冻配方的廉價塑胶，其抗冲击数据会直接断崖式下跌，比老玻璃杯還要脆。這真的不是阿兵哥運氣差，而是當年印度基礎工業實力嚴重不足導致的必然。如果說彈匣易碎只是前菜，那接下來这個薛丁格的連發才真正把印度阿兵逼到了崩潰邊緣。印度軍方當初為了節省彈藥，硬是取消了 INSAS 的全自動射擊模式，只保留了單發和三發點放功能。玩過槍朋友都知道，機械式的三發點放機構其實非常複雜，需要極高的加工精度。而印度的兵工廠工藝當時甚至還不如樂高精細。當士兵把快慢機拨到3點發放，扣下扳机時，完全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有時候他乖乖打出3發，有時候只打1發，有時候直接卡殼卡死。更刺激的是，组鐵還會失靈，槍械瞬間暴走，變成不受控制的全自動模式，一口氣把整個彈匣的子彈全部瘋狂傾瀉出去，直到打空為止。士兵們在激烈的交火中根本搞不清自己手裡這把槍到底會用什麼節奏開火，設計思路也能理解，畢竟和印度的飛彈一樣，自己都不知道會打到哪裡，敵人怎麼防。這還不算完，這把槍還配備了世界獨一份的生化模式，因為槍械內部的零件公差極大，密封性極差，在实彈射擊的時候，枪膛內用來潤滑的槍機保養油和火藥燃氣會順着縫隙向後狂噴，士兵只要一瞄準開火，那滾燙的黑油和刺鼻的氣體就會直接飛濺到射手的臉頰和眼睛裡。在生死交關的火拼中，印度阿兵哥常常是一邊開槍，一邊被自己的槍給噴得淚流滿面，睜不開眼。有軍武粉絲建議將眼藥水列入軍需名單。除了這些， INSAS 的外部零件也是主打一個隨心所欲，它上面那個提把在跑步的時候會斷不說，更荒謬的是它的刺刀座，因為公差太大根本卡不緊。當士兵裝上刺刀進行射擊時，巨大的後坐力能把刺刀直接震鬆脫落，還能伴隨着槍口的衝擊波往前飛出去。對面的敌人都看傻了，這什麼戰術？怎麼還附帶發射飛刀？其實這把槍除了易碎、卡殼、走火、噴油、掉刺刀和沒什麼用之外，還是挺不錯的。平心而論，第一次摸索造槍，造出一坨不可名狀的廢鐵，其實並不孤單。大英帝國當年也搞出過一把名震天下的爛槍 L85A1，甚至表現比 INSAS 還要荒唐。同時，同樣是開局拿了一手爛牌，同樣是造出了驚世骇俗的爛槍，英國人後來的做法卻給了這把爛槍新生。爛槍兄弟連的另一位成員是怎麼實現自我救贖的呢？我們往下看。我們來稍微盤點一下這把英國 L85A1 當年的黑歷史。這把槍在波灣戰爭中的表現簡直是英國的噩夢。首先，它的彈匣釋放鈕設計的極為弱智，士兵在行軍或者戰術動作時，只要防彈背心或衣服稍微蹭到一下，彈匣就自己掉到沙漠裡，主打一個全自動卸彈匣的灵異功能。其次，它的塑膠零件也是雷到不行，雖然不像印度那樣在雪地裡凍碎，但英國人是用在炎熱的中東沙漠。那護木和槍托的塑料材質一遇到高溫或者連續射擊槍管發熱後，竟然會開始融化變形，甚至直接破裂。最慘的是左撇子射手，因為 L85A1 採用的是毒牛式設計，也就是彈匣和槍机在扳机後方，炮殼口直接貼着射手的臉。如果你是個左撇子，或者在城鎮戰中因為掩體需要換左手射擊，當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間，向後猛烈運動的巨大拉柄或是滾燙的彈殼會直接砸在嘴巴上。這不是設想，實戰中真的有人因此被打斷了門牙，滿嘴是血。當時的英國士兵對這把槍到底有多嫌棄？在波灣戰爭的漫天黃沙中，前線英軍寧願去扛死重的通用機槍，也不想端着這把能打斷自己門牙的 L85A1。同樣是開局拿了一手爛牌，同樣是造出了驚世駭俗的工業垃圾，英國人後來的做法卻給從爛槍兄弟連裡畢業了，這也是兩把爛槍命運的分水嶺。面對前線鋪天蓋地的幹譙和抱怨，英國高層的態度是承認這把槍就是個爛攤子，去請外援來幫忙改進。當時剛好英國的 BAE 系統公司收購了德國著名的槍械大厂 HK， 英國人直接把這批破铜爛鐵全部打包送到德國，拍着德國工程師的肩膀說：“救救孩子吧。”德國人拆開後也是直摇頭，但拿人钱財與人消災。HK 的工程師們展現了什麼叫做專業，他們沒有改動這把槍的基本外形，而是對內部進行了大爆改。他們重新尋找高強度的复合材料，替換掉那些金屬化的劣質塑膠，重新設計了瓦斯傳動系統，甚至把槍機內部那些公差極大、容易卡殼的細小零件全部重新開模、精密加工制造。最後，德國人把一坨廢鐵改造成了後來性能可靠的 L85A2。雖然這把槍依然很重，
雖然它依舊不能完全解決左手射擊的危險，但在後來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艾歐巴維爾至少能保證在任何惡劣環境下，只要扣下扳機，他就一定能把子彈打出去。甚至到了最近，他们還搞出了更現代化的艾欧巴维3。所以說，造出一把爛槍其實不可怕，畢竟誰家輕兵器發展史上沒交過一點學費呢？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主角，面對 INSS 步槍在卡基爾冰川上的拉胯表現，面对前線士兵寧願撿對方的破爛也不用國產槍的慘狀，印度的軍方高層和負責研發的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他們也做了改進。為了堵住前線士兵的滿腹牢騷，印度軍工部門又關起門來埋頭研發，推出了所謂的升級版神劍突擊步槍。聽到這個中二感爆表的名字，你可能會以為他們終於開竅，造出了一把能夠削鐵如泥的神器。但仔細一看，這把槍的改良操作真是讓人語塞。首先，當初那個讓士兵瘋狂吃盲盒，甚至暴走連發的3發點放功能，既然兵工廠的加工精度做不好，那就不做了，把這個複雜機構砍掉，簡單粗暴的改成了全自動射擊模式。接着，他們稍微修改了一下瓦斯傳動管，再換上一組看起來比較有現代戰術感的黑色塑膠護木，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對，這就沒了。核心的冶金工藝沒提升，糟糕的機匣公差沒改善，只是換了個殼，去掉了做不出來的複雜零件。當這把所謂的神劍送到印度陸軍手裡進行實彈測試時，發現依然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這次陸軍徹底不幹了，直接要求退貨，堅決拒收。我們就算拿冷兵器去肉搏，也絕對不再用這種工業垃圾。但問題來了，兵工廠為了生產這批神劍和改良版的 INSS， 已經開了模，花了預算，造出來的槍總得有人買單吧？既然陸軍不要，那該塞給誰呢？於是，印度國內的警察和準軍事部隊就成了最慘的苦主。印度政府以內部設備調配的名義，把這些陸軍都不拿的瑕疵品推銷給了各地的地方警察和負責對內維安的中央預備警察部隊。在隨後清剿叢林游擊隊的實戰中，爆笑又心酸的畫面又上演了。堂堂政府治安正規軍，端着號稱有100%自主知識產權的現代化小口徑步槍，結果在叢林裡遭遇戰時，竟然被拿着老式2手 AK-47的游擊隊給死死按在地上。游擊隊的 AK 越打越順手，警察手裡的神劍卻沒打2發就卡殼。這場長達數十年的國造兵器夢，到了這個地步，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場鬧劇。印度高層終於意識到，想要靠自己去拼湊出一把世界名槍，好像痴人說夢。那麼，這把折磨了印度多年的 INSS 步槍，最終迎來了什麼樣的大結局？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印度人最後還是低下了高昂的頭顱。時間來到了2010年代末期，印度軍方高層終於忍無可忍，徹底破防。面對這把無論怎麼修補都扶不上牆的爛泥，終於下定決心，正式宣告全面淘汰這把 INSS 步槍。既然自造走不通，那前線幾十萬大軍總不能拿着燒火棍去打仗吧？於是，印度開啟了簡單粗暴的全球爆買模式。首先，可能是被 INSS 那糟糕的5.56公里小口徑子彈給坑怕了，印度軍方乾脆反其道而行，直接向美國大廠採購了超過7萬把的 SIG 716步槍。要知道，這把可是能發射7.62乘51公里的 NATO 全威力步槍彈。當年為了追趕小口徑的世界潮流，印度人把老式的 FAL 大口徑步槍講得一無是處。結果30年後，被自己造的小口徑步槍坑得叫苦連天。最後又乖乖跑回去擁抱了大口徑全威力彈。當然，美國步槍太貴，只能配發給前線精銳。那基層部隊的龐大缺口怎麼辦呢？印度考慮到僅有的鈔票，還是 AK 最省心。於是，印度政府轉身又和俄羅斯簽了巨額合同，雙方合資在印度本土建立兵工廠，全面授權生產 AK-203 突擊步槍。兜兜轉轉瞎折騰30多年，燒了大把的預算，犧牲了無數眼藥水。最後，印度人還是乖乖回到了卡拉什尼科夫的懷抱。其實回過頭來看 ，INSS 突擊步槍的失敗，不只是一把輕兵器的設計失敗，它更像是印度當時整個國家軍工體系的一個縮影。重工業基礎嚴重薄弱，連個合格的塑膠都做不出來，卻又極度好高騖遠。印度工業可以落後，但不能假裝自己強大。好了，關於 INSS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還有哪些出了名的爛槍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
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